流量明星赵露思发布公告，要求粉丝停止关注剧集。你能想象这是2022年热播剧《胡同》的镜头吗？不仅如此，街景、屋顶、树木全都是假的，毫无价值。那一刻，我想到了《古剑奇谭》中那个画着烟熏妆的3D 狐狸，我想起了12层楼里坐在岸边的水人鱼。虚假的真相侮辱观众的智商，这样的场景在胡同中并不少见。例如，下着大雪，但演员身上没有下雪。拍冬天的戏，演员们大汗淋漓，一看就知道是夏天拍的，不严谨，更谈不上生活经验。例如，女主人在一个大浴缸里洗衣服，但她坐的凳子却占据了洗衣盆的1半以上。谁会在洗衣服的时候坐在这么高的凳子上？衣服洗了，腰也废了。还有，女主坐在院子里做煤球，结果衣服和身上都干干净净，根本不现实。从特效到服装都没有足够的推敲。剧中的衣服、被子、家具都是新的，没有一点旧的痕迹。按理说，故事设定在1950年，女主是个孤儿，她从小就是个没钱没家的野孩子，房子不会那么干净，用过的东西也不会那么新。但可惜的是，她的人生只有悲惨，其余的一点都不悲惨。她的脸圆圆的，不像个不吃不喝的野孩子。剧中唯一一个穿旧衣服的就是索叶，因为他被设置成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但即便是这样的设置，补过的衣服也完全没有穿破的感觉，缝线整齐干净，仿佛被缝纫机踩过一样。富华岛太穷了，没有时代感，演员也没有代入感。遗憾的是，胡同很难在一个好的题材上让人信服。在衣着方面，我们要学会鬓角不是海棠红，那就是衣着。细腻又充满时代感，真的把观众带进了那个时代。胡同的拍摄就像一个粗鲁的赶工项目，特效难看，道具老化不小心，处处不严谨，零二可怕的情节。然而情节不太严谨。看完胡同的前3集，我可以把这3集的内容简单概括为2点。首先，奎爷被捕了。奎爷是个有名的恶霸，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包括女主天早的父母。为了报仇雪恨，天造偷枪伏击奎爷。原本以为天造会默默地攻击奎师，没想到自己的位置还不错。反倒是我胆子大，一边拍一边大声喊，生怕对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直到最后一个人站了起来，单挑了一大群人。奎爷看到这一幕，我气得想关掉电脑。强行压制情报的行为对观众来说太侮辱了。然而，更侮辱全场的是大名鼎鼎的杀人凶手奎爷，他没有射杀天造，想要杀他，而是将他拖回了家，埋在了后院。然而，更侮辱全场的是大名鼎鼎的杀人凶手奎爷，他没有射杀天造，想要杀他，而是将他拖回了家，埋在了后院。看完后才知道，这些强行情报的剧情都是为了男主的英雄救美。就在他凌晨被活埋的时候，男主铁蛋来了。他打了奎爷的手下，然后又打了奎爷，最后像外挂一样带走了女主。经过一波操作，女主毫发无伤，男主救了美人。这部古装剧在哪里？明明是偶像剧啊！女主报仇雪恨，男主救美，男女主双双回家，在床上坠入爱河。雷，真雷！完全的恶霸很容易被击倒和轻松处理，就像一个笑话。2是调查周平的身份。奎爷死后，剧情有了新的发展，调查周平的身份。组织派人追查身份可疑的周平，结果跟在后面的3位先生直接把摊位设在了周平家门前，从早到晚盯着门口看。好笑的是，他们半夜有个摊位，居然还在屋前。周平从他们身边经过多次，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绝对没有反侦查能力。为了了解周平白天的活动情况，组织派人假扮消防员前往繁华地区的商铺，一一查看火情。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家服装店上。他们先是进行了例行检查，然后直奔装满旗袍的衣柜，强行打开。他们还用手敲了敲衣柜，看看有没有秘密通道。在此过程中，调查人员举止粗鲁，态度强硬。他是一个优秀的调查员，但突然间他被描绘成一个强盗。更可笑的是，天造竟然轻而易举地破解了高级侦查员多年追不上、找不到的情报。天造不仅查明了周平的真实身份，还查明了周平的行动路线，然后拿下了小人的巢穴。
先是强行压低配角，再强行女主加戏。这个严肃的话题被编成了一场无厘头的闹剧，包括一大早抢枪的场景，一群孩子用麻袋盖住了小人的脑袋。挣扎中，他一只手就能把麻袋扯下来，但他坚持笨手笨脚，等着被女主人一脚踢倒在地。有很多情节同样诙谐和震撼，比如铁丹手无寸铁，被迫持枪闯入奎爷家，而恶霸奎爷却不敢与铁丹交手，让他毫发无损。另外，天造等人眼睁睁看着大军进城，为很多事情做铺垫。他们只给观众看一个视频，然后听主角用文字描述现场。这一幕很像《长歌行》，热巴霸气发号施令，但背景是漫画城，直接跳过大场景，或者换成原图，或者换成漫画，或者听听主角的描述。就这样，制作人省了钱，但收视效果大打折扣，差点在公屏上上当。03夸张的表现，从服从到情节，《胡同》是一部当代神剧。坚持了3集就想放弃这部剧，这么好的题材浪费了。不过，《胡同》的问题远不止于此，演员们的演技也是在猴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量明星不仅演了活火仙侠剧和偶像剧，还涉足了正剧。比如新六小生一主演的电视剧《底线》，他在剧中饰演法官，没有很强的演技实力，却要承担这么重的角色。与蔡文静、王莎莎等年轻演员相比，程毅的表现远远落后，与老演员靳东、王一楠、张智健相比是没有可比性的。程毅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四肢僵硬，背着阅读机，一副睡不着的样子。此外，他说话轻声细语，嘴巴微张，语气平淡无情，无论是喜怒哀乐，他都有一张小脸。相比王莎莎的灵动，蔡文静的放松适中，程毅完全没有演技。他对这么好的角色视而不见，将臀部拉到了整体水平。仙侠剧表现不好，就来演真剧，把滤镜留给知面瘫，其实对自己也不好。主要节目很好，但并不适合所有人。与程毅交手的赵露思也犯了一个错误，主场面不该碰。相比程毅的死气沉沉，赵露思继续喋喋不休，而这一次，她将韩国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皱着眉头，大声喊道：乍一看还以为是时代版的星光灿烂，我喜欢你，女弟子来国子监。赵露思虽然表现得像个野孩子，无忧无虑，不拘小节，喋喋不休，爱笑，但这种做事方式总是过于简单，也有些过于武断。一个野女孩被扮演一个不同意就打架，不要求就出丑的痞子。她看起来像个黑帮。她一边喊着要除掉奎爷，一边还充当了黑帮，让这个角色站不住脚。除了演技不变，赵露思还有口音问题。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要想演一个在胡同长大的北京人，首先要学会说北京话，但赵露思并没有北京口音，京韵不够，京味不够，没有说服力。查了一下演员表，北京真正地道的人少之又少。主要演员中，只有侯明昊出生在北京，带有北京口音。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一个流量人，他的演技还是有待提高的。单从选角来看，胡同的制作并没有关注观众是否有代入感。当时为了挑选金陵13钗的女主角，张艺谋挑选了很多南京姑娘来试镜，只有一个目的，适合这个角色。演员难找，演技差，甚至记错了角色成长的背景。可以看出，他还没有安定下来，完全看懂了剧本。到底胡同是如何说服大众的？看了3集，感觉自己被卡住了。剧情、演技、服装都是马马虎虎，不重要。主线剧本应该由具有真正文化素养的演员来演，这样才能支撑角色，承载沉重的感觉。所以请让流量明星们放过主线剧。一个诚意还不够，还来了一个赵露思。这么好的人品，这么好的题材，可惜了。唱跳歌手去唱歌跳舞，偶像明星去偶像剧，真人演真人剧。36岁男配角赵露思、关晓彤对胡同的追捧引起关注。追剧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消遣和放松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大家追剧的热情是什么？是主题？是阴谋吗？还是演员？对于许多人来说，演员是在制作开始播出之前引起兴趣的关键。电视剧《胡同》一开始，大家不仅是为了央视的播出，还因为该剧的主演是当红小花赵露思和关晓彤，流量巨大。胡同讲述了3代女性、一个家庭、一份工作的故事。
从奶奶到妈妈再到女儿。所以这也意味着这部剧的主演不止一位。在《锦绣之星》播出之前，很多人对胡同的关注都集中在国民闺女关晓彤身上。后来星光一炮而红，赵露思成为新的流量花艺师，胡同也火了。开播前，胡同开启宣传模式，赵露思主演的电视剧也首次登上热搜榜。全网都很关心这个从网剧中走出来的逗比女孩是否能负担得起明星剧女主的新形象。然而，理想很美，现实很骨感。胡同开播没多久，一开始就以女主身份出现的赵露思，因为太用力盯着自己的演技，摇了摇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豆瓣上，无数网友吐槽赵露思演技不够好，与大部分明星剧的女主相比，她的趣味性要低一些。和璀璨银河中的程少上相比，魅力就少了一点。我去赵露思看胡同，本来是为了看她一路上的进步，奈何在剧中饰演的天早依旧饰演一个风趣的女孩。夸张的表情，用舌头舔鼻血，满屏的小动作，让赵露思在其他强大的配角面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得不承认，赵露思这次在胡同中的表现并不完美。夸张的演技和模糊的台词，让人看到了她和强队的差距，无意间说服了一些原本跟她和关晓彤一起追剧的观众。与万众瞩目的赵露思相比，关晓彤这个角色显得有些落伍，并没有那么快出现。追她剧的观众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国民闺女的演技是支撑不了整部剧的。36岁男配唐曾替身造型吸睛。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赵露思的演技不被认可，但胡同中还是有不少实力派演员。比如36岁的唐曾饰演解放军干部林正一角，就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唐曾不是人们所知道的那种流量演员，在胡同播出之前，追他的观众寥寥无几，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节目中。但没想到的是，胡同一出现就被观众认出来了。剧中的林正不仅洞察力敏锐，而且成熟的外表让人看到了成熟的解放军干部形象。林正一出场，36岁的唐曾就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超沉浸的嗓音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作为演员，唐曾甚至被观众贴上了打脸的标签。的确，在出演胡同中的林正之前，观众对唐曾的印象就是赵丽颖《幸福的家庭》中的王庆来，那个没用的人。当时唐某饰演王庆来和赵丽颖合作，也被一些看脸的观众吐槽。结果该剧播出后，唐曾成功地用自己的演技让观众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饰演的王庆来这个角色既可爱又讨厌，没有一丝违和感。这次和赵露思、关晓彤一起去看了胡同，于是36岁的男配角唐曾就受到了关注。不仅因为他的王庆来让人过目不忘，还因为剧中的林正和王庆来有着完全不同的两个形象。王庆来胆小不够聪明，但林正头脑聪明，侦查能力强，说话更有依据。这两个角色虽然是唐曾的脸，但是却给观众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仿佛是两个人。这种变戏如变人的演技，让人不得不服气。只能说演员和演员的差距还是蛮大的。赵露思确实有流量、有人气、有话题度，但天造地设这个角色的热度还是差了一点。36岁的唐曾虽然没有太多的人气和流量，但他活生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人们也因为这个角色而发现了他的存在。